我是山中精怪，却爱上了一个凡人。凡人很烦，生老病死，所以每隔几十年我就要死一次，再从棺材里爬出来和转世的他偶遇。直到看到他埋在树下的日记，上面写着：下辈子我是当个书生吧，樵夫他不太爱。太幼稚了，我再陪他玩最后一次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从棺材里爬出来时，我蓬头垢面，身上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。我算了算，衣服的岁数比这一世的萧木都要大了。我坐在路边，远远的瞅见一道人影，他步履轻快，背着竹笼。时机一到，我便软软的倒下去，顺便又往脸上抹了把泥巴，无助的呻吟。来个好心人救救我吧！哎呦，我快饿得受不了了。我双眼紧闭，嘴唇惨白，死死地捂住肚子。刚下了雨，地上的湿泥巴将我裹成了泥人。一双草鞋停在我面前，我抬头，萧木正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。姑娘，你可需要这个？他将怀里的包子掏出来，上面还冒着余热。我迅速接过，狼吞虎咽起来。豆沙馅的，是我最爱的豆沙馅的。虽说我是树藤精，平日里晒个日光浴，喝点水就好了，但是人类的吃食太香了，我真的忍不住。微甜沙糯的馅就着松软奶香的白面，我幸福地眯起眼，这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萧木轻笑一声，他将剩下的2个包子塞给我。姑娘，吃完包子就回去吧，小心家里人找得急了。说罢，他便打算离开，我扯住他的裤脚。感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奴家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萧木，他抽搐的嘴角让我陷入了沉思。不对嘛，上辈子我看的话本里都是这么演的。萧木笑了，带着点促狭。以身相许就不必了，不过你倒是可以帮我一个忙。我不假思索地答应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于是萧木带着我走了半个时辰的山路，雨过天晴，空气中弥漫着灼热的气息，连微风都带着一股热浪。还有多久啊？我背靠着树，气喘吁吁，刚从棺材里爬出来就要走这么远，我都几十年没锻炼了。马上就到了。萧木望了望山坡，他额角也沁出些许细汗，棱角分明的脸更显刚毅。我注意到，他这辈子看上去更强壮了。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上辈子他还是个农夫时候的场景。农夫虽粗糙了点，但是力大活好。这辈子，我的眼神不由自主地朝着他的某处看去，脸像被火烧般染上一抹红。萧木敏锐地捕捉到我的视线，他挑了挑眉。想什么呢？想和你。见嘴巴比脑子还快，我连忙改口。到了没？我快累死了。萧木不自在地将脸转向一边，声音沙哑。到了。我茫然地望向四周，周围除了杂草和树木，别无其他。难道这辈子萧木是个闷骚男？他怕被邻居看见，所以将我带到深山里，再和我。我与他对视，笑得娇俏。萧木深感莫名其妙，他努了努嘴，示意我看地上。你长了个脑子，是为了显高？帮我捡柴啊！好好好，原来这辈子的人设是毒舌直男。我郁闷地捡起地上的树枝。捡个柴而已，非要跑这么远吗？他眼底闪过笑意，麻利地将树枝捆成一团。这是柏树林，用柏树熏出来的腊肉最香了。我眼睛亮了几瞬，上辈子萧木就喜欢给我炒腊肉吃，肥瘦相间的腊肉配上葱姜蒜，再大火爆炒。我想象着那个味道，口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。小哥，我可以去你家做客吗？萧木支着下巴，思量过后，他点点头。想吃的话，你先帮我把这2捆柴搬下去。他从腰间解下斧头，绕着一棵又粗又直的树走了一圈，然后扎着马步，双手蓄力，斧头进进出出，树就倒了下来。萧木将枝条修理干净，他擦擦汗，欣慰一笑。这次能卖个好价钱。原来这辈子是个樵夫啊，怪不得这么强壮。萧木蹲下将树干扛起，他招招手。姑娘，麻烦你了。我看着地上的2捆干柴，郁闷极了。这一捆能有10多斤重，换做平常人家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扛着走这么远的山路？居然敢让我做重活，等他再次爱上我，看我不收拾死他！我咬牙吐槽，
然后偷偷用树藤将干柴卷起，做出我拖着走的假象。萧木时不时回头，他瞪大双眼，语气中带着惊讶和赞赏。姑娘，你果真与寻常女子不同，力大如牛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真不知道这是在夸我还是骂我。萧木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刚进村口，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子就拦住了他。我娘叫你去我家吃饭嘞。女孩眼波流转，情意缠绵。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款款上前，斟酌着开嗓。这位妹妹好生漂亮。萧郎，她是谁呀？我似若柳般倚在萧木身上，他反倒不推开我。我心中一喜，啧，我的魅力一如既往。女孩子再也没法假装忽略我，她像一只炸毛的狐狸。你是谁？给我起开！女孩拽住我的胳膊，我便顺势倒在了地上。哎呦，好疼，我起不来了。萧木皱眉，上前将我扶起。萧玲，别闹。哦，原来女孩叫萧玲啊。萧玲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寻思着自己也没用力啊。见我被萧木抱在怀里，她气鼓鼓地跺脚离开，边跑边大喊：娘，萧木哥找了个狐狸精回来。我才不是狐狸精，我是树藤精。不过狐狸精我倒是认识一只，它可没有我生的好看。起来吧，我们先回去。我按着脚脖子，嘟囔着开口。人家脚扭了，走不动了，你抱我。下意识的撒娇让萧木愣了一秒，然后将我轻松抱起。我环抱着他的脖子，招摇过市，接收着村民探究的目光。也有一些女孩子绞着手帕，欲哭无泪。我抬高下巴，傲娇地宣示着主权。和萧木相处了3辈子，我早就习惯了被他宠着，所以他抱我回家时，我便以女主人自居。这个花我不喜欢，你换一束。我要吃爆炒熏肉，我还要喝蘑菇汤。萧木眉头微皱，他将我放在椅子上。姑娘，很抱歉，刚才利用了你挡了许多桃花。你提的要求我会尽可能满足，但也希望你不要太无理。我愣住了，那张我抚摸了3辈子的脸，此时正像对待陌生人一样，语气生疏，表情冰冷。你……我眼眶微红，小声抽泣，最后一巴掌呼在他脑门上。让你去就去，你哪这么多废话？萧木倒也不恼，反而目光中带了一丝无奈，他将喉咙里的话咽了下去，离开时摸头思考。怎么回事？好熟悉的感觉。萧家村地势偏僻，犹如世外桃源，村民们过着怡然自乐的日子。自从我来了后，村里变得热闹，他们对我更多的是好奇。听说那女子是萧家小子从山上捡回来的。哦哟，长得真俊俏，萧家小子有福了。对啊，真漂亮。我捧着脸，赞同的点头。对呀，我也觉得我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，美若天仙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众人，一旁的萧玲狠狠翻了个白眼，又跺脚跑了。娘，萧木哥带回来的不仅是狐狸精，还不要脸。我轻轻皱眉，流露出微小的不满。这张脸可是我化形时特意选的，绝对符合人类审美。姑娘不必在意，他就是这个性子。一袭白衣的男子握着书卷出现在我身后，身姿板正，儒雅谦和。姑娘想必被家里保护得很好，不懂处世之道。一般我们被夸奖后，都会谦虚地否认，再回夸对方。男子说到此处，失声笑道：没想到姑娘倒是性情直率。啊，这样啊。我恍然大悟地点头。虽然我与人类相处了3世，但是每次萧木投胎转世都在这座山旁，所以我也鲜少跟外界接触。懂了，谢谢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咱交个朋友呗。这人一看就有文化，是个读书人，说不定这辈子能帮我出主意追萧木。长安。长安垂了下眸，转而又温柔笑开。我伸出手，我叫玉林。玉林。森林里千年古树拔地而起，苔藓覆满湿地，溪流在林间潺潺流淌。我沐浴阳光300年，终于开了灵智，是森林抚育的孩子。我和萧木每一世也皆相遇于此。玉林，回家吃饭。萧木的声音冷不丁地响起，他目不斜视地盯着我，淡淡道：时间不早了。来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还兴高采烈地和萧木分享。
我刚交到新朋友了。哎，你跟我讲讲长安呗。他是书生嘛，感觉一身书卷气，儒雅随和。萧木神色平静，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疏离。不太了解，好像是没考上功名，现在在镇上当说书先生。我来了兴致。说书先生，我知道这类人，他们总是坐在小板凳上，声情并茂地描述着动人的爱情故事，将台下的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上辈子我听过一条蛇精和戴夫的故事，还有仙女和凡人的故事。那我和萧木三生三世的爱恋怎么不能被流传下去呢？我突然就有了个想法。萧木日日都要上山砍柴，根本没时间陪我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没有进展。而且我每次耍小手段诱惑萧木时，他都如同柳下惠坐怀不乱。木头！我大骂一声，合上衣服跑出去。萧木嘴唇紧闭，极力一下翻涌而上的气血，他微颤的拳头终于如释重负地松开。差点！我叼着根狗尾巴草躺在草地上，怒骂萧木不识好歹。哟，勾引萧木哥又没成功啊！熟悉的声音夹带着幸灾乐祸。说实话，我挺烦萧玲的，每次我失意的时候，他就像狗闻到了屎味，张着嘴巴就来了。啧，我要是他，我也不喜欢一个在家混吃等死的花瓶。他十分看不惯我，除了长得好看，啥用都没有。我噌的一下站起，冷着脸朝他走去。萧玲吓得结巴：你要干嘛？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娘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往前，他退后，最后我羞得抱紧他的大腿。你说的对，所以让我去你家铺子干活吧。萧玲，有病啊！我拖着他。不，我要去。不行，我要去。不行，我不去。不，你要去。我呲着大牙笑。好，我去。萧玲和萧木是表兄妹，他家在镇上开了个饭馆，在我使尽浑身解数后，他把我塞进了后院洗碗。饭馆生意火热，后院的脏碗垒得比天高，残羹剩饭混杂着被阳光一晒，空气中弥漫着馊味。大厨掀开帘子，急不可耐地催促道：快点，碗又不够了。见我来了，原本坐着刷碗的大娘们要么肚子疼，要么中暑，纷纷跑掉。萧玲戏谑地歪头：祝你好运哦。想给我下马威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我可是修行300年，吸收日月精华，超高灵智，差一点位列仙班，白手藤妖。见周围无人后，我直接甩出几十条藤蔓，他们配合默契，分工明确。若是有人不小心撞见这一幕，他绝对不敢相信一条条翠绿的藤蔓托起盘子，熟练地倒掉饭菜，然后传给另一条藤蔓进水，再递到后面去刷碗洗涤。大厨再次探出头，骂骂咧咧：速度能不能？我的天啊！他的表情由不耐烦转为难以置信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叠叠摆放整齐的碗筷，而负责刷碗的少女正乖巧地坐在中间。这样的重活干下来，她连衣角都没有脏。很快，我一个人怒刷800个盘子的事迹被传了出去。萧玲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，她将刷碗的大娘挨个喊过来：你们真没帮她？大娘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：真没有。我向她伸出手：今天的工钱你该给我结了吧。萧玲白了我一眼，扔过来个钱袋子：快滚！我掂量了下，美滋滋地朝酒楼走去。酒楼内，长安正坐在台子上，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女鬼和书生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宁采臣在寺庙中遇到了燕赤霞，他们在廊下促膝交谈后，宁采臣忽听北墙院外传来低语声，只听那妇人说：小倩怎么还没来？长安的声音抑扬顿挫，时而带着男子的粗犷，时而有女生的婉转娇媚。故事临近尾声，台下掌声如雷，我也为之喝彩。待观众散开，我小跑到长安身边，他见到我有些诧异：玉林，你怎么在这？在村里学了几天的人情世故，我斟酌着开嗓：大才子，我是专门过来捧场的。他笑了：你也玩这套了？嘿嘿，你不是在说书吗？我跟你说个故事怎么样？夕阳下，萧木披着余晖回来了。蜿蜒的小路上，萧木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我站在门口，
一瞬间，我仿佛回到了上辈子。他还是个农夫，每到傍晚就扛着锄头从田间回来。这时，我会拿出干净的毛巾，擦掉他身上黏糊糊的汗液。萧木憨笑一声，从怀里掏出野果。小山村里，傍晚能听到各种昆虫奏乐，还有8声杜鹃哀转凄凉的鸣叫。它将黑夜拉得漫长。可偏偏我很喜欢这样的场景。我和萧木靠坐在石墙上，吹着晚风，荷叶上的野果是他早已在溪水里洗好的。玉林，萧木的声音响起，将我从回忆里拨离。你怎么哭了？他的声音难得温柔了一次，眼神里充着忧虑。我摸了摸脸，才发现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？是我回来太晚了。萧木放下斧头，手足无措地站在我面前。他想替我拭去泪水，又怕手上的污泥弄花了我的脸。这时的他，与我记忆中的他逐渐重合，心中的万千委屈终究化作一个拥抱。萧木没有推开我，他轻声叹了口气。我闭上眼，贪恋着此刻的幸福。白素贞等了许仙1000年，10次轮回。我庆幸每世都能和萧木相守，却也害怕和白素贞一样的结局。如果萧木知道我是妖，我压制着内心的担忧，努力扬起笑脸。今天我赚钱了。萧木倒也不惊讶。我知道。我不满他的冷淡。你就敷衍我吧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在萧玲家的饭馆刷了800个盘子，手都泡发了。我嘟囔着嘴，伸出手想装可怜，可眼前的这双手白皙嫩滑，根本不像干过活的。我悻然缩回，大笑道：自愈能力强，1下午就好了。萧木的眼角微微弯了弯，似乎在笑。他主动找话题。你怎么突然想赚钱了？我不假思索。当然是攒钱找房子啊。麻烦你这么久了，我也怪不好意思的。假的。长安总结了众多爱情故事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距离产生美，追男人得欲擒故纵。果然，萧木听到我要搬走，眼底的淡笑彻底隐没，他错开视线。也行。说罢，迈着步子与我擦肩而过，蓦地，他又停下。其实也不用着急，我不在意。萧林偶尔想找借口解雇我，但饭馆的生意越来越火热，而我的盘子刷得又快又干净。李大厨劝道：小姑娘挺勤快的，乖巧又机灵，这样好的伙计我们去哪找？萧林不满：那他也不能把其他人都赶出去，独占一个后院啊。李大厨摸着圆滚滚的肚子憨笑。小玉说那些人碍手碍脚的，他说的确实也没错。而且他只需发1份工钱，就能干了10个人的活。萧玲只能无奈答应，转头走了。李大厨朝我挥挥手：接着干啊，菜就等着装盘了。我抹了抹额角的汗，朝他灿然一笑，手里的动作也不停歇，抹布熟练地沿着盘子的内圈搓洗。他满意的点头，放下帘子，继续翻炒着锅里的菜。许久过后，见四下无人，我也不装了。几十条藤蔓在空中飞舞，我也没闲着，还留了2条，左给我倒水，右给我递瓜子。突然，一声尖叫划破长空。啊，妖怪！我敏锐地捕捉到声音的源头，原本完好无损的窗户上破了个小洞，一双眼睛看向我时透露着震惊。我飞快地缩回藤蔓，若无其事地刷着剩下的盘子，最后再茫然抬头。妖怪？哪里有妖怪？与此同时，屋内传来李大厨的惊呼：小姐，小姐你醒醒啊！原来那双眼睛的主人正是萧玲，他假意离开后又折而复返，试图发现我刷盘子的真相，结果却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。地上的萧玲面色惨白，明显是惊吓过度。我探了探他的鼻息，松了口气。唉，我还是想想该如何向萧木解释吧。果然，萧玲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萧大娘，指着我哭喊道：娘，他是妖怪，我亲眼看见他身上长着藤蔓。他又看见姗姗来迟的萧木，焦急道：萧木哥，你离他远点，他是妖怪。萧木怔了一下：你又在胡说些什么？萧玲拉住萧大娘的手：娘，我哥这是被妖怪迷了心智了，你一定要信我，他真的是妖怪。不信你问李大厨。李大厨挠挠头，似在回想。我只听到小姐大喊一声妖怪，然后倒地昏迷，
其他的我啥也没看见。小玉一听到声响就过来了，手上的泡沫都来不及擦。她最终得出一个结论：小姐，大白天的哪有妖怪，你看错眼了吧？我也抓住时机，恍然大悟的拍掌：是不是那些布条让你误会了？萧木，什么布条？我径直走向后院，拿着一堆布条。就是这些啊，我发明了个洗碗的好法子，得用大量布条相互配合，有的系在树上，地方高了，确实有点像藤蔓。李大厨茅塞顿开，难怪你刷了那么快。萧大娘似乎也接受了我这个说法。灵儿，你平日里看些奇书看多了，世上哪有什么妖怪？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山神爷爷保护我们吗？萧凌依旧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不可能，他就是。萧木哥，你说话啊，你平时和他待的时间最久，肯定发现他和我们不一样。我轻抿了下唇，握着布条的手紧了紧。平时我想在萧木面前装贤淑，经常用藤蔓打扫屋子，打扫的那叫一个沉醉投入。我又喜欢晒太阳，经常一晒就是一整天。仔细想想，还是有许多端倪。萧木应该没有发现吧？没有，他和我们没有任何不同。萧木凝神盯着地面，轻声淡道。他看向萧凌，将他从头到尾扫了一遍，带着几分审视。怪书少看点，学点好的。饭馆的差事最终还是丢了，不过我倒是多了一个小跟班。无论我去哪，回头就能看到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，他始终离我3-4米远，身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驱邪道具。我一定会让大家看见你的真面目的。我失笑，蠢货！我要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妖怪，就他身上那些破烂能拦得住我？败家子！呜呜呜，他用来买破烂的钱都给我多好，我至少有原则，还能保护他。你们这是？长安疑惑地瞅着萧凌，后者拼命给他使眼色，暗示我是妖怪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幼稚。随后长安邀请我，不如你来帮我打杂吧，我说书的时候给我递杯水，整理一下书籍。你跟我说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挺不错的，改日我写完稿子给你说几遍听听。我喜笑颜开，一言为定。我好奇为什么长安说书总是座无空席，现在终于明白了那句话：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长安的事前准备包括动作、神态、语气，恰到好处的幽默，他总是嫌不够好，一遍又一遍。慢慢的，天就黑了。这次披着余晖回家的人变成了我。萧木黑着脸站在门口，为什么越来越晚了？我掠过他，瘫坐在椅子上。别提了，长安原本写的话稿不见了，他重新写了一份，各种语气神态又得练。你知道你一个姑娘，这个时辰回家有多危险吗？冰凉冷淡的声音以及萧木那铁青的脸色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还好吧，我是个妖怪，还能被人吃了不成？萧木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明日我来接你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呆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股欣喜涌上心头。我后知后觉，他刚才是在担心我。我盯着萧木紧闭的房门，嘴角轻轻翘起，连蹦带跳地来到门外。萧木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还嘴硬，都这么担心我了。你早说嘛，你早说我就回来了。萧木，萧木，萧木。见他迟迟未给出回应，我忍不住加大了音量，才听到萧木带着浓浓倦意的声音。怎么啦？我咬牙切齿。你睡着了？有事吗？好好好，你接着睡吧。睡到天昏地暗，睡到海枯石烂，睡到你媳妇晚上跟人跑了都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不，太夸张了。我抢过长安手上的文稿，他将我和萧木的初相遇写得惊天地泣鬼神，我塑造得太完美，感觉萧木都配不上我了。不行，换一个。这个总可以了吧？再换一个。就这个。我掐着长安的脖子来回摇晃。太夸张了。长安高举着文稿，脚步漂浮，却坚定道：你听我的吧，绝对爆火。这人平时看起来随和儒雅，咋这么倔呢？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时，一双手将我们分隔开，萧木挡在我俩中间。他绷着一张脸，
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俩在干嘛？我扯了扯嘴角，挤出勉强的笑容。我们闹着玩呢，对吧？完了，我在萧木眼里温柔贤淑的形象毁于一旦了。啊，对对对。长安尬笑一声，搂过我的肩膀，又在萧木吃人的眼神里猛地缩回手。别误会，嘿嘿。萧木风轻云淡的面容上隐隐浮现一抹晕色，那双深邃的眸子里暗含幽怨，像个被抛弃的小怨妇。你们先聊，我去趟茅房。我清了清嗓子以缓解尴尬，尽管长安疯狂摇头，我还是一股烟似的溜了出去。呼，我蹲在茅房长舒一口气，刚才总有种偷奸被抓的感觉。这时身后响起窸窸窣窣声，我亲眼见紧密压实的茅草被扯出，留下茶壶口大小的洞眼。我满头黑线，果不其然，那人小声嘟囔着：哎，怎么看不见？又是萧凌。平时偷偷摸摸跟踪我就算了，现在我上个茅房都要被监视。萧凌放缓动作，他身旁的茅草已经堆成小土堆般大小，他小心翼翼地扒拉着，终于能看清了。拉屎是人最脆弱的时刻，这次他一定要抓到那只妖怪的把柄。萧凌左看右看，一条通绿的藤蔓出现在他面前，与他的瞳孔只有分毫之差。藤蔓贯穿茅草，将萧凌逼得节节后退，他一屁股瘫坐在地，整个人都开始颤抖。那女人果然是个妖怪。妖，你敢喊，我就吃了你！我龇牙咧嘴吓唬道。萧凌紧紧捂住嘴巴，眼泪不停地流。呜呜，他小声的抽泣，屋内的两人被吸引注意。长安赶来，手忙脚乱地将萧凌从地上扶起，他的冷汗一滴滴从额头上滚落。萧凌，你怎么在这？萧凌大哭。有妖怪，玉林就是妖怪。同时，我从茅房出来，带着恨不得拿屎呼他一脸的气愤。我上个茅房你都要偷窥我。萧木转头看向地上的狼藉，瞬间就明白了。萧凌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萧凌见没人信他，气氛大过了害怕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要找捉妖师来捉你。不需要捉妖师，很快我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整个萧家村被一层阴霾所笼罩，天色阴沉沉的，头顶轰隆隆的雷声像凶兽的低鸣。哎，都下了1个月的雨了，我家的房子都要塌了。李大婶拿起泥巴用力地拍在房子的墙角，放眼望去，村里大多数都是泥巴茅草房，雨水冲刷后留下一滩黄色痕迹。萧家村处于山低谷，雨水顺着山坡而下流进了村边的那条小河，河边已经溢出半尺。雨好不容易停了一小会儿，很快又雷电交加，暴雨倾盆而下。快跑啊，洪水来了！呜啊呜啊，等等我！半夜我被吵醒，窗外映着逃窜的影子，一群小精灵扑通着翅膀，砰砰砰地敲着窗。小树藤，快跑吧！定睛一看，不少精怪撒腿就跑，就连平时号称最优雅的狐狸精都咬着包裹，手脚并用。树爷爷将自己连根拔起，树枝上拖着不少动物，他哼哧哼哧，边跑边对我喊：你个小王八蛋，老子我顾不了你了，你好自为之。洪水来了，来得突然，却意料之中。与之而来的还有山体滑坡，几座山的雨水混着泥土，仿佛一场愤怒的怒涛，企图吞没这个小山村。村民醒了，哭喊声四起。萧木撞开了我的房门，他抓起我的手，走，去屋顶。屋顶摇摇欲坠，就爬树上，直到树枝上挂满了人。村民连滚带爬，还是被冲走不少人。萧木和村里的年轻人组织着大家朝山上避难，山路湿滑，人群拥挤，免不了受伤和摔跤。走在后面的王婆婆脚下打滑，扑通一声滚了下去，尖锐的断枝刺破她的大腿，水面一片猩红。人群开始躁动，互相推搡着。萧木松开我的手往回走，你先上去，小心点。他毅然决然跳进水里，朝着王婆婆游去，不少青年紧随其后，捞起了不少溺水的孩子老人。见萧木安然无恙，我松了口气，可不远处的洪水奔腾而来，刹那间，原本浮在水面上的人影消失不见。萧木，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可山坡上的人又出现了意外，不知带头的人是谁，
他一脚踩空，连带着几人滚了下来，连碰带撞，接二连三地响起落水声。泥水争先恐后地灌进我的口鼻，我趁机抓住浮木，撕心裂肺的哭喊不绝于耳。萧凌扑腾着在水里摸索，娘，萧木哥，呜呜呜，你在哪？他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，绝望过后，余光却瞥见一抹熟悉的绿色。藤蔓，妖怪！萧凌喃喃自语。只见我操控着藤蔓，他们似游龙扎进水里，捞起了那些溺水的村民。上百名村民趴在藤蔓上，他们犹如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我感受着萧木微弱的气息，心沉了半截。计划着用藤蔓送他们到山顶，可汹涌的洪水让我根本站不住脚，更别提行走了。洪水上涨，逐渐淹没我的头顶。我想着，大不了这些人不救了，我带着萧木走就好了。可王婆婆曾经给过我一个鸡蛋，她家老母鸡半个月才下3个蛋。萧凌虽然嘴臭，但人不坏。李大婶爱八卦，可她夸我漂亮。哎，真是欠他们的。藤妖玉林靠一己之力拯救萧家村100多条人命，自己却香消玉殒。话说这萧木得知自己与藤妖有着3世情缘后，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。待萧家村灾后重建，他便自尽随玉林而去。或许下辈子、下辈子，他们转世续缘，会再次相见。长安眼圈红红的，摇头叹息，一颗晶莹的泪珠从他脸上划过，台下的人无不动容，掩面泪泣。雅间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说这个结局肯定把他们感动得泪流满面。长安眉飞色舞，等待着我们的夸奖。萧凌冷哼一声，说的他俩多可怜似的。他嫌弃地看了眼萧木，他狗腿地给我捏肩，而我倚在榻上，边看文稿边吃递过来的水果。我摇摇头，这里还得再改，我怎么只能算清秀呢？明明是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，美艳动人，明眸皓齿的大美女。长安和萧凌翻了个白眼，走了。萧木嘿嘿一笑，是，我媳妇肯定是最漂亮的。我白了他一眼，用力啊，没吃饭吗？给我捏腿。好嘞。洪水爆发那天，我差点以为我就被淹死了。呜呜，山神爷爷救救我！洪水灌进嘴里，发出的声音就变成呼噜哗啦呼噜嗝。我本来只是一条爱晒太阳的藤茎，现在居然要淹死在水里，藤生耻辱啊！在我准备耗尽修为，彻底化作树藤托举村民时，我似乎听到了萧木在嘶喊。很快我感觉浑身暖乎乎的，柔光将我包围，一道清冽的声音低低地飘进我耳中：你爷爷在此。萧木视角，我是凌云山的山神，几千年来我恪尽职守，但神也会无聊。除了守护一方平安，我偶尔也会去看凡间的烟火。直到一条小树藤化为人形，它游历人间，看了许多情爱的画本子，最后小树藤回到了凌云山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山神爷爷啊，小藤既不像黄鼠狼精去偷过鸡，也没学狐狸精勾引男人。我只想谈一场恋爱，让那死狐狸知道我也是很有魅力的。他将怀里的一堆野果放在我的山庙前，信山神的人少了，这里早已破败不堪。小树藤看着心诚，实际上他走的时候偷偷顺走了几个果子，嘴里念叨着：山神爷爷莫怪，反正你吃惯了山珍海味，也看不上这些破果子。待他走后，我现身拿起地上的野果，真酸，我要吃他手上的，肯定甜。第一是，我化身成一个大夫，我攀爬在悬崖边上，只为采那株100年难得的药草。对，我是这样说的。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下后，一条树藤接住了我。我骗了小树藤，其实那只是一株普通的野草。没关系，反正他不懂医。那段时间他在看白素贞和许仙的故事，幻想着也能碰到属于自己的许仙。所以我照葫芦画瓢，也在镇上开了个医馆。但我也不懂医，和病人对视良久后，我决定给他开一剂治中暑的方子。排队的病人发现不对劲了，怎么我们的方子一模一样啊？幸好我是山神，半夜我偷偷翻进病人家中，输送精气。他们好了，夸我神医，我却垮了。小树藤时常皱着眉，一脚将我踹下床。你不行啊，下辈子我要找个壮实的。我欲哭无泪，
又无人诉说，只能拿出日志本记录。玉林说我太瘦弱了，他下辈子要找个壮实的。下辈子我要当个农夫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第二是，我确实当了个农夫。玉林见到我两眼放光，你和我上一任长得好像啊，但他100年前就死了。我抽搐嘴角，心想是个正常人都被你吓跑了。我按照上辈子对他的了解，做他最爱吃的腊肉，给他带回山间的野果。为了报复他，这次我偷偷吃掉了最甜的那颗。他曾郁闷道，总觉得你就是我前任转世，对我太了解了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我默默流泪，再次拿出日志本。怎么样才能让玉林满意啊？非要新鲜感是吧？这次我把你忘了，让你来追我。你一定要求着我谈恋爱啊，不可能被别人骗走。我消除了记忆，为了逼真，我甚至封印了法力。但我留下了日志本，我将它埋在桃花树下。看到这些内容，我会想起他吧。第三是，说实话，玉林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时候挺没新意的，他上辈子也这样。这辈子我是个樵夫，玉林一眼认出了我，他略施小计，就让我带了他回家。原本我俩正常发展下去，便能打破记录，三世续缘。可他似乎对那个叫长安的说书先生很感兴趣，他这是偏爱宁采臣和聂小倩，这让我产生了危机感。尤其是我在镇上卖柴火，见到他从萧林家的饭馆出来，拿着1袋银子，喜滋滋的去找了长安，我有些吃味。哟，这俩人笑得真开心。在偶然的机会下，我发现了桃花树下的日志本，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袭来，我又想起了我的小书童。我幽怨地添上几句话：呵，书生，算了，下辈子我也当个书生吧，樵夫他不太爱。哎，太幼稚了，再陪他玩最后一次。洪水过后，得知真相的玉林很是生气，他胖揍了我一顿，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我还是傻呵呵地笑了。玉林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，最后也笑了。他带着我去看长安说书，剧情我越听越熟悉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他天天往长安家跑，是为了将我们的故事永久流传下去。我想，我是幸福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